为了小伙伴们更加便捷的查询参考，我们对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数据做了改版。以后你只要看到我们出了某款机型以测评为名称的视频，例如三星 S8 测评，你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机型名称三星 S8，即可查看更加全面的数据。不光有实拍样张对比，还有性能跑分、发热续航等等众多实测数据。以后你买机或者给别人做参考，只要我们出了测评视频，你都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查看。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做你的实时测评数据助手，免费的，赶紧上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小白测评，我是王炯啊。今天呢，算是一个非常小型的一个视频啊，给大家快速上手呢两台机器。第一台呢，就是前一段时间发布的魅蓝6，这在我这儿放了有一段时间了，但是一直呢都没空抽出来给它开箱。今天呢，咱们就快速的体验一下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我个人非常期待的一款手机啊，是我借的，就是 Unibody 版的小米 Mix 2，而且是白色的版本啊。一会儿咱们再把这个套给摘下来啊。咱们先来拆这个魅蓝6。这期视频呢也是，史无前例吧，就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视频中同时出现了魅族还有小米的手机。OK， 魅蓝6呢作为一款入门机型呢，它的前一代魅蓝5呢销量还是挺不错的，而且我手里的这台呢是电光蓝的版本，也是这一次呢比较漂亮的一个颜色啊。这台手机呢在我们公众号的这个热度是比较高的，就是当时发布的时候呢，很多人都想给这个爸爸妈妈买一台这个入门手机，或者说呢给自己配置一个备用机。充电方面呢是比较慢的，因为比较入门嘛，它是一个5伏1.5安的一个充电速度。价格方面呢，这次是一个699的版本，还有一个899的版本。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购买899的版本，因为2G 加上16G 的内存，它也只能是一个备用机的属性了。这次呢，它宣传的一个重点呢，就是说把这个聚碳酸酯的这个材料啊，是给做成了类似于金属的材质。我拿到手呢，这个观感上啊，确实还是挺有那种金属的感觉的。但是实际一摸的话呢，其实塑料感还是挺强的。不过这颜色确实很漂亮啊，而且这摄像头方面呢，也并没有做到凸起。前面呢也是这 2.5D 的玻璃，这个整个的颜值啊，还有就是手感上，其实跟上一代改变并不是特别的大，主要呢是在内部的改变上，比如说这次它是 MT6750的这个处理器，虽然也是一个入门级吧，是吧？大家对它的性能呢肯定也就没有什么关注了。这个3070毫安时的电池，这个是5.2寸的一个手机。拿在手里呢，这个质感还算是不错，但是还是那句话，它所说的这个金属感呢，观感上金属感是非常强的。正面来看呢，它的这个边框呢控制的，只能说是对得起这个价格吧，只能这样说啊。两边的边框呢还算是比较宽的，也是正面的指纹识别。这次这指纹识别呢跟上一代的这个魅蓝5呢是一样的，应该是模块也都是一样，因为它官网上参数也都是一样的。这个录入的次数是比较多的，有15、16次同时呢，它也是更新了 Flyme 的，因为也算是今年的一台新机嘛。按键质感上呢，刚才我是注意到了，它这个电源按键呢稍微有点软，但是上面的这两个音量键呢质感是比较硬的。咱们试一下指纹识别，同样也是需要按一下。这个在之前的视频中呢跟大家说过很多次，这个是魅族它的一个做法，整个魅族系的这个手机就是它要按下去。先有一个解锁的界面，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，然后翻车了。先有一个解锁的界面，然后再打开，但是这个速度上已经挺快的啊！官网说是0.2秒，但是咱们看一下，离开手指也还可以。OK， 还有一个点呢，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 720P 的屏幕，因为它毕竟是一款入门型的机器，这个屏幕方面呢，我个人觉得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，因为这台手机呢，你肯定不会把它作为一个绝对主力。屏幕呢，如果要是稍微差一点，对它的续航呢也是有好处的。但是如果要是作为主力机来用，比如说学生党啊什么的，这台手机的这个屏幕呢也是需要你考量的一个点，就是它是720的屏幕，颗粒感呢，肉眼呢是，如果你仔细看是看出来，但是平时这么使用呢，我觉得不是那么太影响。OK，咱们来看一下相机，简单的啊。
成像的速度呢还是比较快的，但是对这个质量上呢，大家的要求应该就没有那么高了。它是这个 IMX278的一个传感器，上面的机型下放到今年的一个传感器的型号，对焦速度我刚才体验一下，还算是比较快的。但是偶尔呢也会出现拉风箱的情况，然后后置呢这个1300万的摄像头并没有凸起，前置呢也是800万。定位上呢3+32G 899，如果要是作为主力机型来用的话呢也行，但是就是轻度用户了。如果重度用户的话呢，首先它这个处理器方面呢，你可能就需要考量一下，它只是这个8核的 A53，然后4个高频加上4个低频。一会儿呢咱们给大家简单跑下分，看看它的具体跑分是多少。OK， 这个简单上手呢，就先和大家聊到这里。咱们来看一下今天视频的第2台机器。这第2台机器呢，就是小米的这个 Mix 2代的 Unibody 版本，也是4000多块钱那个版本啊。总体上的质感呢，拿在手里面，哇，确实有那种珠圆玉润的感觉啊。这个后面的光泽感做得特别漂亮，有点像一个工艺品那种感觉，是非常有质感的一台手机。咱们这有这个黑色版本可以来对比一下，黑色版本后面这光泽感呢也非常不错，但是这个光泽感呢会很亮，没有这个白色版呢这么收敛啊，低调一些，感觉上更加高级一些。但是四周啊各方面啊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，比如说它并不是一体机身的，有这个金属中框，但是这个 Unibody 它这个一体的呢感觉握持感呢又上了一个档次，因为它没有这个结合的部分了嘛，全部都是一体的。陶瓷工艺呢，之前咱们在视频中聊过很多次，就是这个工艺啊是很早就有了，而且也确实能用在手机上，但唯一制衡它的就是成本有点高，它的良品率是很低的。比如说烧结一次，比如说有一个小探点，或者是你不好的地方，你肯定是不想要的，对吧？那就整个都报废掉。所以说，一直居高不下的成本是制约陶瓷版进入手机的一大原因。还有一个就是陶瓷版它是比较脆的，它本来这手机摔到地上可能摔一个比较深的划痕，但是是吧，咱们加一套也能用。但是这陶瓷版呢，可能啪一摔地上直接裂了，或者直接碎了。这个是陶瓷版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原因。这次小米 Mix 2，大家吐槽最严重的地方呢，就是边框比上次宽了非常多，但是这个白色的陶瓷版拿在手里之后，感觉这个应该才是小米 Mix 2的终极版本啊！这个边框上呢，控制的是非常好了，起码是比这个黑色的要小了一圈儿啊。但是啊，它底下的这个摄像头像一个痣一样，长在这儿的痣一样。有点扎眼，有点影响美观，不太好看。后背的话呢，这个质感上呢跟这个黑色的呢是几乎差不多的。这个后背白色版本的这一行小字吧，它是这个银色的，就是 Mix Design by 小米是这个银色版本，而这个黑色的呢它是金色的。但是这个18K 的这个镀金圈呢都是一样的，而且后边的这个位置呢也全部都一样。它是一体的，它是带这个金属中框的，整体的这个质感上呢，这手机明显要高出了一个档次，当然也要贵了1000多块钱吧。另外还有一个我比较意外的地方，就是它顶部的这个导管式的听筒，但是这个白色版要比这个黑色版窄了很多。另外一点就是在 Mix 2的全面测评中呢，我们跟大家说过，这次 Mix 2呢比较吃亏的一点就是它金属中框的外沿这个弧度，直接导致了视觉上它宽度比较宽。这个外沿的弧度，白色版也要比黑色版要好很多。这个 Unibody 的版本吧，要比这个黑色版呢在弧度上小了很多，有点类似于直接加了一个后盖，就没有这个向外延呢改善手感那部分。但是由于它整个这个陶瓷的材质，所以说它的手感上呢也非常的不错。来看一下卡槽。卡槽呢是不可以插内存卡的，是2个 Nano 的小卡，但是质感上呢做得非常棒。这块呢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塑料还是陶瓷的，但是这个质感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这个严丝合缝，这个手机拿在手里的感觉基本上就是小米 Mix 2的终极版本这个意思吧，因为无论是边框上还是顶部的这个听筒上都要改善了很多，但是下边的这个是有点像一颗痣一样啊，这个摄像头。
OK， 这个视频呢就比较简短啊，主要是拿到了一台让我比较兴奋的机器，还有就是魅蓝6，跟大家来集中的分享一下，快速的体验一下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。如果要是比较中意这个 Unibody 的版本呢，你需要多等一下，应该是在11月底吧，或者10月中旬吧，才会有这个机器开售，而且这货呢应该也是比较少的。还有魅蓝6呢，刚才也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。OK， 除了这个视频呢，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，最重要的小白测评，每日新鲜资讯，每日语音，每天我在那和你聊天，聊聊科技圈的趣事，聊聊最新发布的手机。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，对我们视频有什么建议、质疑、提问，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。不客观真体验，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应该就是 iPhone 10了。拜拜。